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形影不离。上期咱们聊了本届世界杯亚军克罗地亚，他们上一次创造世界杯历史是在1998年，而那一年克罗地亚才正式实现全国统一。如今全国每10个人当中就有1名是现役运动员，似乎克罗地亚更像是战斗的民族。足球一直是克罗地亚的标志，而另一个标志应该就是这座世界闻名的失恋博物馆了。2010年，失恋博物馆荣获欧洲最具创新性和最大胆的博物馆项目称号，这里是失恋者寻找伤感纪念品的家。尽管主题显得忧郁，但博物馆却非常受欢迎，每周都会有上千名游客来参观。失恋博物馆就位于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勒布，博物馆中收藏着世界各地众多的失恋故事和标志性的爱情遗产，这把柏林女人的斧头被称为破碎关系的治疗仪。当你离开时，我拿着烤面包机，你现在怎么去烤面包呢？但在失恋博物馆，你永远不会孤单。为什么失恋分手对公众会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呢？因为这里反映出了人类各种各样破碎关系的情感，会有伤心，但许多人都很有趣并充满希望，而且还会时刻提醒人们改变、成长和恢复。其实失恋博物馆的建立也是源于一段分手的经历。萨格勒布2位艺术家在他们4年的恋爱关系结束后，开玩笑说要建一个博物馆来容纳失恋纪念品。2006年，他们通过各自的朋友收集了一些分手后留下的物品，失恋博物馆由此诞生。10年后，一名美国律师在萨格勒布游玩时，对失恋博物馆产生了强大的兴趣。随后经过授权，他在美国洛杉矶开了第2家失恋博物馆，而且博物馆的2位分手创始人还计划在伊斯坦布尔开设第3家。同时，失恋博物馆也是一座移动的博物馆，如今已经在全世界做过50多次巡展，而最近的一次正在上海的哥伦比亚海军俱乐部举办。克罗地亚的失恋博物馆是在做艺术而不是战争。如果面临分手失恋而伤心欲绝，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法就是去参观失恋博物馆。如果愿意，还可以分享一个讲述自己破碎关系的故事，也许萨格勒布会是寻找新生活的理想之地。另外，在萨格勒布还有一项持续了140年的传统，那就是每天中午12点都会准时开火的格里奇大炮。如果有机会去聆听一下震耳欲聋的炮声，似乎这也可以成为新生活的发令枪了。来自旅行长电资，是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或转发点个赞，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，我们形影不离。